我绑定了诚实系统，副作用是10米内无人能说谎。继妹哭得梨花带雨，指着碎裂的花瓶要栽赃我。这花瓶我砸的，但我就是要那个老太婆讨厌姐姐。她惊恐捂住自己的嘴，后妈想打圆场，满脸慈爱。你这孩子瞎说什么？其实我是为了独吞家产，才装模作样对着拖油瓶喊。全场一片死寂。老太婆平日里最是疼爱这个并非亲生的孙女，此刻满脸震惊。柔柔，你说什么？奶奶，不是的，我没有。话到了嘴边，变成了死老太婆耳背吗？我说是我砸的，早就看这破瓶子不顺眼了，丑死了，摆在这里像个骨灰坛。清脆的耳光声，江柔再次捂住嘴，这次是真的吓哭了。系统诚不欺我，10米之内众生平等，皆为诚实小郎君。林雅也就是我那位好继母，此刻脸色青白交加。妈，柔柔可能是中邪了，嘴里出来的却是老不死的，你怎么还不气死？这花瓶碎了好，省得以后还要分给江念这个小贱种。你们这是要反了天了！好啊，原本以为你是个贤良淑德的，没想到你心里藏着这种烂心肠。妈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我看你就是图我们江家的钱。当初阿成娶你进门，我就觉得你面相带煞。老太婆骂得起劲，林雅急了，张口就来。对啊，不图钱图什么？图你儿子年纪大，图你儿子不洗澡，还是图你这个老钱婆天天给我立规矩？哇哦，我忍不住在心里鼓掌，这输出太强了！这就是传说中的杀敌1000，自损800吗？不对，这是自杀式袭击。这时江父江成正好走了进来。闹什么？江念，是不是你又惹你奶奶生气了？瞧瞧，这就是亲爹，都不用问，直接定罪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林雅就冲了过去。老公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死老太婆骂我图你的钱，咱们赶紧把家分了吧，把这老不死的送去养老院，省得他在家里碍眼。江成的脸瞬间黑成了锅底。林雅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林雅惊恐地瞪大眼，双手死死捂住嘴巴。可惜晚了，老太婆已经把茶杯砸过来了。好啊，江成，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，这就是你当初非要娶进门的真爱，还要赶我走啊！江成尴尬地躲过茶杯，他刚想开口斥责，整个人突然一僵，因为他也走进了我的10米范围。妈，你也别闹了，其实我也早想送你去养老院了。阿雅说的没错，你在家确实挺碍事的，影响我们夫妻生活。死寂，真正的死寂，连林雅都忘记了哭，江柔忘记了装。这场闹剧以老太婆气晕过去被送进医院告终。晚饭时间，餐桌上的气氛比坟地还要凝重。江澄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想找回一家之主的尊严。今天的事情，今天都怪江念，如果不是他坐在那里。说到一半，他猛地卡住，然后惊恐地变成了：其实跟江念那个蠢货没关系，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有鬼，居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真是见鬼了。江澄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闭嘴，吃饭。江澄夹了一块鸭肉，刚放进嘴里，嘿，他吐了出来，看向王妈。今天的鸭子怎么这么老？王妈局促的刚想解释，可她也在10米范围。先生，这鸭子是昨天剩的，我看扔了可惜，就热了热，端上来了。反正你们平时也不怎么吃，我也懒得重新做。王妈说完，脸刷的一下白了。先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想干就滚。不，我想干。这活儿钱多事少，离家近，还能偷拿家里的食材回去卖，我傻了才不干。我正在喝汤，差点喷出来。王妈，你也太诚实了。江澄气得手都在抖。滚，立马给我滚。王妈哭丧着脸跑了出去。江柔这时候突然弱弱的开口：爸，你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体不好。江澄脸色稍缓，觉得还是这个女儿贴心。谁知江柔下一句就是：你要是气死了，遗产是不是就能分了？我想要那辆保时捷很久了。江澄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疼爱了10几年的继女。柔柔，你说什么？爸，你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体不好。你要是气死了，遗产是不是就能分了？我想要那辆保时捷很久了。江澄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疼爱了10几年的继女。柔柔，你说什么？爸，我没想分遗产，我想早点继承你的钱去养小白脸。江澄的脸一片惨白，他突然看向我，可能是觉得全家都疯了，只有我一直没说话，显得格外正常。念念，这几天在学校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同学们都在传江氏集团快破产了，爸爸你在外面养了3个情妇，还在转移资产准备跑路。谁在造谣？难道不是吗？爸爸，这里只有我们自家人，你就别装了。江澄刚想否认，嘴巴却不受控制地张开。确实快破产了，那3个情妇花销太大，尤其是小三，
刚给他买了套别墅，不转移资产怎么办？难道留着给债主分吗？话音刚落，林雅发出一声尖叫。江城，你在外面养女人，还买了别墅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为了这个家省吃俭用，连王妈偷操我都不管，你居然拿钱去养狐狸精！场面瞬间失控，江城一边躲闪一边骂：“你个泼妇！你以为你干净？你那个健身教练怎么回事？”你怎么知道？既然知道了，那我也直说了。那个教练比你强多了，至少不用吃药。我在一旁看着这出家庭伦理大戏，我拿出手机，默默打开了录音功能。这可是将来分家产的重要证据啊！第二天，一个穿着高定西装的年轻男人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脸不耐烦。顾延周，江柔的未婚夫，也是江家一直想要攀附的顾家二少。当然，这也是我那个好妹妹从我手里抢过去的。延周哥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顾延周瞥了他一眼，刚想说点场面话，可10米范围精准覆盖。我妈逼我来的，说是要是不来就停我的卡，烦死了！看见你这张整容脸就倒胃口。空气突然凝固，江柔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比哭还难看。延周哥哥，你说什么？我没整容。没整容，鼻子透光，下巴尖的能戳死人，轩也是垫的吧？当我瞎？江城和林雅也在，两人脸色难看至极。二少真会开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老太婆，你那个脸拉皮拉的眼角都快飞到太阳穴，还笑？吓唬谁呢？林雅的脸彻底垮了，她想骂人，但想到顾家的权势又不敢，只能在心里憋屈着，结果嘴上又没把门。小畜生嘴真毒，要不是看在顾家有钱的份上，谁愿意把柔柔嫁给你这种纨绔子弟？你说什么？你也图我们家的钱？延周哥哥，妈妈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哪个意思？江柔，你别装了，你不就是看中我是顾家二少吗？我要是个穷光蛋，你会看我一眼？当然不会，你要是穷光蛋，我看你一眼都算我输。而且你技术那么差，每次都只有3分钟，要不是为了钱，谁受得了你？轰！仿佛有一道天雷劈在客厅中央，所有人都石化了。江柔，江柔此时已经面如死灰，她知道她完了。我慢悠悠地走了过来。早啊，大家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顾延周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的表情突然变了变。江念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素颜比那个整容怪好看多了，皮肤挺白，腿也长。他说完，自己愣了一下，似乎不相信这种轻浮的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。谢谢夸奖，不过顾二少，3分钟确实有点短，建议去挂个男科看看。顾延周气得跳起来。你也羞辱我？实话实说而已。你，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挺带劲的，比江柔那个木头有意思。江念，要不我们复合吧？反正婚姻还没正式坏。延周哥哥，你怎么能？闭嘴！3分钟怎么了？3分钟也是真男人，总比你这个假脸怪强。抱歉，我有洁癖，不收垃圾。江念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顾延周肯要你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而且我家那么有钱，以后分家产，我至少能分几个亿，你不心动？心动啊，钱谁不喜欢？但我更怕得病。好得很，你们江家给我等着！延周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那真的是误会。屋里只剩下我和那对貌合神离的夫妻。江城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念念，你刚才拒绝的太干脆了。顾家虽然，但他毕竟有钱，我们家现在的状况很需要顾家的注资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就算他是垃圾，为了家里，你也应该把他捡回来。毕竟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是你回报家里的时候了。真诚实，连道德绑架都这么直白。爸，既然你这么需要钱，不如你去卖吧。我看那个顾二少男女不济，说不定就好你这口老腊肉呢。爸，既然你这么需要钱，不如你去卖吧。我看那个顾二少男女不济，说不定就好你这口老腊肉呢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提醒你们一句，顾二少心眼很小。江柔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估计明天就会传遍整个圈子，江家恐怕真的要完了。说完，我不顾江城杀人般的目光回了房间。顾延周回去后，江氏集团的股价连跌了3天。江城急的开始频繁地带我去参加各种酒局，试图把我推销出去，换取资金。今晚是一场慈善晚宴，也就是所谓的名流聚会。江城命令我必须打扮得漂亮点，最好能钓到一个金龟婿。江柔也来了，她穿着一身小白裙，走到一群名媛中间。哎呀，其实我也很无奈，顾二少有些特殊的癖好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才分手的。那群名媛原本还在窃窃私语，嘲笑他，听到这话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。江柔正得意，觉得自己这招倒打一耙用得妙。突然，一个冷冽的声音插了进来：“特殊癖好？你是说他嫌弃你胸是假的，摸起来像石头吗？”谢燕，京圈那位让人闻风丧胆的太子爷。谢少，您在说什么？实话而已。那天顾延周喝醉了，可是跟我们抱怨了一晚上，说你那假体质量太差，
还有一股胶水味儿。周围响起一片低笑声，江柔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想反驳，想骂人，但那是谢燕，是整个京圈都没人敢惹的主。谢少，您怎么能这么侮辱人？其实我真的很想骂你全家，但你太有钱了，我不敢。全场爆笑，江柔再次惊恐地捂住嘴。我就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，静静地看着。哦，想骂我，有意思。继续说，还想骂什么？江柔拼命摇头，但嘴巴根本不受控制。我想骂你是个疯狗，仗着家里有钱就随便咬人。我还想骂那群笑话我的贱人，一个个整得比我还夸张，装什么纯天然。名媛们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一个个脸色变得铁青。江柔崩溃了，直接哭着跑了。谢燕看着她的背影，嗤笑一声，然后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在了我身上。你是江家那个大小姐，刚才看戏看得很爽。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怎么不说话？怕也像那个蠢货一样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我笑了，我不怕，因为我本来就想说，谢少刚才干得漂亮，像条疯狗一样咬得真准。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连谢燕都愣了一下。大概从来没人敢当着她的面骂她是疯狗。疯狗，评价很中肯，我确实是条疯狗。她伸手，修长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。那你呢，江大小姐？你这双眼睛里写满了想搞事，你又是条什么品种的狗？我是人，专门看狗咬狗的人。有意思。其实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羞辱你几句，毕竟江家现在的名声太臭了。但是看到你之后，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我想睡你。周围的人已经彻底傻了，这还是那个不近女色、喜怒无常的谢太子爷吗？谢燕自己也僵住了，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。操！我刚才说了什么？你说你想睡我？谢少真是坦诚的可爱。谢燕看着我，像是见了鬼，但她很快眼神变得更加危险，还有一丝兴奋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会？或许是谢少对我一见钟情，情不自禁。放屁！我就是单纯见色起意。你长得确实挺对我的胃口，特别是这股子坏劲儿。说完，他又沉默了，显然他又把大实话说了出来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这男主有点东西，比顾延州那个伪君子好玩多了。谢少，想睡我的人多了，你得排队。排队？老子从不排队。我看上的东西，抢也要抢过来。那你抢一个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他突然伸手将我往怀里一带，我现在就很硬，感觉到了吗？系统，你这副作用是不是有点太猛了？连这种生理反应都要播报吗？我脸上一热，一把推开他。谢少，大庭广众，注意影响。江念，你给我下了什么蛊？大概是真话蛊。行，这个蛊我中了。明天晚上我去接你。接我干嘛？约会，然后去开房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背影潇洒，步伐略显急促。很好，看来今晚过后，江家的名声又要响亮几分了。而我也成功引起了这位京圈太子的注意，虽然方式有点特别。念念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谢少可是个活财神，只要把他哄好了，随便漏点指缝里的钱，咱们家就有救了。哪怕是给他当情妇，你也得给我把他伺候舒服了。对对对，当情妇怎么了？多少人想当还没门路呢？江念，你可别犯傻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呵，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和后妈。放心，我会好好伺候他的。谢燕今天穿的倒是休闲，看起来像个大学生。你爸妈挺极品的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那股子铜臭味。刚才那是想卖女儿？是啊，卖给你当情妇，开个价。无价，老子不买女人，我要的是心甘情愿。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我这人只认钱不认人。江念，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每次靠近你，我就控制不住想说实话？因为我是仙女，你要是敢对我撒谎，就会变丑。仙女？我看是妖女还差不多，不过这种感觉还不赖。从小到大，身边全是戴着面具的人，每个人都在骗我、哄我、算计我，就连我妈都在骗我说她爱我爸，其实她早就想让他死了。只有在你身边，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。虽然有点羞耻，比如现在我又想睡你。闭嘴吧你！走着走着，谢燕突然拉住我的手。江念，虽然我是见色起意，但我是真的想让你做我女朋友，不是情妇，是女朋友，以结婚为目的的那种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在你，我不必猜忌，而且你够坏，配得上我。我笑了，抽出手。再说吧。江念，我一定会追到你。接下来我每天都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，江澄和林雅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江柔则是极度的面目全非。
这天是江氏集团的周年庆典，谢燕挽着我一起走了进来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江柔突然走上台：“各位叔叔伯伯，今天是我爸爸公司的周年庆，原本是个开心的日子，但是我有件事憋在心里很久了，不吐不快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觉得我是私生女，抢了你的位置，但是你也不能为了报复我，就去勾引我的未婚夫，甚至还偷公司的机密文件卖给对家啊！”全场哗然，江澄脸色大变。柔柔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这是我拍到的姐姐跟竞争对手见面的照片，还有转账记录。那个男人是某投资公司的老总，不过我们谈的不是出卖机密，而是我想收购江氏的散股。谢燕眯起眼，刚想说话，我按住了他的手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你说我偷机密？当然，除了你还有谁？你就是想毁了这个家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揭穿我？是为了公司好吗？当然是为了公司才怪，我就是想让你身败名裂，想让谢少厌恶你。凭什么你这个贱人能得到谢少的青睐？我哪里比你差了？我也愿意陪他睡啊。全场再次死寂，江柔惊恐地捂住嘴，她不明白为什么。既然妹妹这么坦诚，那我也说两句，我那不是卖机密，而是在救这个公司。爸爸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到底怎么样了？还有妈妈转移走的那些钱都去哪了？江澄脸色惨白，他想跑，但被谢燕带来的保镖拦住了。公司早就空了，钱都被林雅那个贱人拿去填他那个健身教练的赌债了，还有一部分被我拿去养小三小四了，现在就是个空壳子。在场的都是江氏的股东和合作伙伴，听到这话，一个个都炸了。江澄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自己赌博输了钱，怎么能赖我？你敢说你没养小白脸？那你还养私生子呢？对了，江柔根本不是你亲生的，是我跟前男友生的。闻言，江澄如遭雷击，他呆呆地看着江柔。不可能！妈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是爸爸的女儿。当然不是，那个老东西哪生得出你这么漂亮的女儿？当年要不是为了进豪门，我才不会嫁给他这个软脚虾。江家彻底完了，江澄因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被抓了，林雅卷款潜逃未遂也被抓起来，江柔因为受不了打击进了精神病院，而我收购了江氏剩下的优质资产，改名换姓，重新开始。当然，钱还是谢燕借我的，条件是肉偿。看什么？看我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你啊，全京城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，你得负责。江念，其实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没敢说实话。哦，还有你不敢说的实话。我不仅仅是想睡你，我是真的爱惨了你。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早。